我们的感情一直非常融洽。他对我呢也非常关照，最后我就跟他谈到这个结婚的问题。后来呢，他女儿从国外回来了，情况就发生扭转，他非常的反对。他反对我做了多次工作也没有做通，最后呢，他找了一个跟我岁数相当差不多的这样一个男人，说要跟他结婚。我想呢，不行的话我就放弃和小康的这段感情，但是我知道实在是对不起他。我感觉我非常委屈，说放弃就放弃，就因为他女儿，他女儿是你的唯一，那我呢？年龄差距非常之大，更重要的是，女儿为了反对父亲的这段情感，也找了一个跟父亲年龄相近的男朋友。来，掌声请出这对情侣，掌声有请。男主人公老顾今年61岁，来自北京，退休干部，学历本科；女主人公小康今年28岁，来自北京，从事的是金融保险，学历是本科。有请。欢迎啊！资料上面说是28岁是吧？对。几年了？1年半了。怎么认识的？让他说，我现在特别难受。小康，我要跟你说对不起，今天来我是说我们分手吧，没有办法。虽然我心情也不好，但是没办法，我们只能分手了。为什么只能分手呢？因为半年前我的女儿从美国回来，我没想到她反对的这么样激烈。最后呢，她要一意孤行。要嫁给一个比她大20岁的她并不爱的人，用这种办法来要挟我、报复我，所以我没有办法。那你爱他吗？我爱他，但我现在没有办法。关键是还是你女儿亲，对吧？我呢？我过去1年半的付出，难道就白搭了吗？我对你的好你不知道吗？你再也别给我吃了吧！我的女儿，我和她妈妈分手14年了，我在感情上对她一直觉得很有亏欠，我对不起她，所以我不能在感情上再伤害她。不是，那你那时候……那你伤害了我，你知道吗？我如果是不想办法支持她的话，会毁了女儿的一生啊！小康，你还没有做父母，所以你不能理解做父母的感情，真的。我对你的好难道你都忘了吗？你的女儿是你的亲女儿，你的女儿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你的女儿不能做到的我照样也能做到。我是没有，因为她以后也要出嫁，不能永远陪在你的身边。请你理解我，真的。这个吵也没用啊，咱们冷静下来说说吧。你们家人知道你们俩这段情感吗？就是我要说的这个，因为我从小就是担心他5岁的时候爸爸就走了，所以我妈把我养这么大非常的不容易。我妈知道这件事之后特别的伤心，已经就说就当你死了没养过你这个闺女，但是我还坚持着一直跟着她，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可是今天说放弃的竟然是当然不是我。好，平静啊！你跟他谈的时候跟女儿说过吗？没有，他当时在国外。那在国外你打个招呼啊，等于他现在回国了是吗？半年前他回国了，他现在已经在一个外企那儿工作了。你们俩怎么认识的？我的家和他单位都离这个健身房很近。这个小康在健身房呢，他是动作比较好，而且人比较热情，挺吸引人。当时我也很注意他。有一次我们2个人的跑步机呢，正好被安排在一起，这样我就跟他那个搭讪了。你看上老先生什么了呀？我就是觉得他这个人非常的细，就像我平时吧工作非常的忙，那他每天早晨都是给我做一桌非常丰盛的早餐，而且我的衣服从来都不用我洗，包括内衣都是他给我洗，非常的细致。就是因为我毕竟年纪小，阅历少，他都能给我出好多点子，让我少走很多弯路，所以我非常依赖他。良师益友。最开始是把他当成长辈，良师益友，但是我对他现在是爱情。你跟老顾先生谈恋爱之前谈过恋爱吗？当然谈过了。
之前呢谈过2段恋爱，一个是我的大学同学，大学毕业之后他就回老家工作了，属于异地恋，那就没法继续了。另外一个呢是一个同事，他比我小3岁，跟他在一起呢，我就感觉非常累，不懂得包容，还得让我天天让着他，所以就最后分手了。当我遇到老顾之后呢，他的包容、他的理解，还有他的那个些为人处事，都非常让我感动，所以我也是不知不觉的就选择了他。其实感情这种事儿，有时候是说不清楚的。是。我觉得过日子是给我自己过的，不是给别人看的。没错。我觉得幸福那才是真正的幸福。脾气挺暴的哈。他和我女儿脾气都不太好。啊，他大你女儿大呀？他比我女儿大2岁。你见过他女儿吗？没有，其实吧，我的态度呢是想让老顾作为一个桥梁，把他女儿叫过来，3个人好好的谈论一下这件事儿。其实我觉得他女儿不是没想到这点，因为小康的脾气我知道，我女儿的脾气我更知道。这2人在一起肯定是打个不亦乐乎。可是你倒试一下呀，甚至可能要动起手来。我觉得如果说他有了这个动作，那我们还有50%成功的可能。如果他没有这个动作，那我们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所以让我非常伤心。来，我们把老顾的女儿请上来，有请小顾啊，来有请。气得很是吧？对，我坚决反对他们2个在一起。理由是？如果他找一个40、50岁的阿姨，找一个老伴儿，我非常赞成。但是比他小了30多，就比我大2岁，他能真心爱我爸吗 ？OK。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你真的以为他会真心喜欢你吗？他还不是图你的钱，图我们家的财产。你爸爸有多少钱呀？你是不是老糊涂了？你爸爸有什么钱呀？不就是2套房子吗？没有这个问题，没有。那就不是钱吗？2套房子那不是我们家也要拆迁了呀！而且我生活非常独立，我有自己的工作。你问问你爸，我跟他这么长时间，我花过的什么钱啊？这个确实没花什么钱，因为我们每周呢最多出去2次，有时候就是1次。你看我的身上有什么金银首饰？就是200、300块钱。你爸爸给我买过什么？那我想请问你，等我爸再过10年、20年，你怎么办？我愿意照顾他，我对你爸是真的。有一天你会出嫁的，你不会一直陪在你爸爸身边，你爸爸需要身边有这么一个伴儿。我不想再跟你争执什么，反正我是坚决反对的。爸，你真的，你别找他。现在大家流言蜚语，街坊邻居，我现在走路都要低头走路。大家现在闲言碎语的，我真的听着心里难受死。我听编导介绍说，你的男朋友今年48了是吧？46岁，比我大20岁。那你是真心的爱他吗？我们现在才认识2个月，但是我打算要跟他结婚了。现在我跟我爸各过各的，那我结我的婚，那你结你的婚，咱们就是现在各不相干了。你也别管我，我也别管你。小轩，我希望你是真心的喜欢那个男的才嫁给他的，而不是为了报复我们还在一起。这个不用你来操心。不是，我跟你说啊，那个男人我也见过。我先不说他比你大20岁，我也不说你们认识仅2个月谈不到了解，我就说你看他那个样子，还和他那个打扮，梳一个大背头，戴一个大粗金链子，他开的汽车涂的花里胡哨，根本看不出原来漆是什么颜色。说从来没结过婚，这可能吗？这种情况他能是个正经人吗？我告诉你，我是你爸爸，你可以问在座的所有人，他们谁肯嫁给这样的男人，或者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这样的男人？你这么一意孤行是毁了自己，所以我不能让你这么做。那要不然这样吧，小轩你也跟那个男朋友吹了算了，你们父女俩同时吹，你们自己过日子呗。如果他跟这个姐姐分手的话，我可以分手。爸，你现在做选择吧，你是要他还是要我？但是你也应该理解我呀，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找过女朋友。对呀，你找女朋友我不反对，你能不能找一个适当的、适中的，跟你年龄相仿的？人的精力确实是有限的。那从我的出现之后，他可能是对你的关心少了。但是你有想过吗？正是因为我的出现，那减轻了你好多的负担。我帮你照顾你爸，那你在国外那么远，如果你爸爸生病了，你能及时飞过来照顾他吗？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呢？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了。现在我的观点就是，要么你就跟他分开，我可以考虑跟我男朋友分手，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好，
接下来你们看看怎么办吧。难题还是交给各位老师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说你别在意啊，我觉得你还挺典型的，你可能自己也知道，你对于老顾的这种迷恋可能出于你的恋父情节，但是这没关系，这不代表这个爱情不好。但是孩子你不要了。这正是我要说的，刚才没有说完。你看这个年头，80后嘛，不啃老就已经不错了。一个时代造就一批人，那下一代孩子指不定怎么回事呢。自己这辈子把自己活明白了，那是真的。那下一辈子指不定指不指得上呢。丁克是吧？对，我选择老顾也是有这么一个原因，因为在他之前我就觉得，说句很伤感的话，孩子没太大用。真正父母能指让孩子的并不多，孩子给父母的远远都没有父母给孩子的多。你不就为这事儿跟你妈都决裂了吗？是吧？对，你看我妈这辈子给我付出这么多，但是最后我因为老顾这么伤的心，我心里也特别难受。但是我又能怎么样呢？你要是丁克中的那种铁钉的话，我的那个担心都没有了。而且你能言善辩，我相信你能把老顾照顾好。真的，谁照顾谁呀？啊，是老顾起来做早饭，老顾给他洗短裤，因为我退休了，不是他给老顾做早饭。我觉得那个两口子之间吧，就是谁有能力谁就去照顾谁，没有必要把角色分得那么的鲜明。姑娘，那就这句话吧。老顾今年61了，你做好将来若干年，可能几十年，反过来给他端屎端尿的准备。如果你真想好了，我无话可说。我愿意。啊。年龄真的是问题吗？那就是在座老师的身边的朋友有我们这种状况吗？就是老夫少妻。我们4个都是。徐伟比他老婆大7岁，我比我老婆大9岁，马丁比他老婆大13岁，是吧？什么13岁啊？10岁啊，10岁。赵川比他老婆大16岁。对的。我们加起来差不多能赶上你们俩。我们还是比不上他。人家老顾是最有本事的。所以他牛呢。最后说女儿2句，这个女儿真是没断奶。她为什么这么反对呢？除了邻居啊什么反对流言蜚语之外，最大的原因就是她恋父恋得比那个女孩还厉害。哎，新出现的这个姐姐夺走了我的父爱，对我的照顾，甚至以自己找一个比自己更大的人威胁自己老爸放弃自己的爱情，这多不孝啊！说白了，如果她真是这样，我当然力挺他们俩在一块儿。我对你们2个的事儿呢，表示理解，但真不支持。距离能产生美，但是也能产生迷雾。这个女孩，你太小了，你也80后。你看你找这3次恋爱，第一次异地恋，恋爱当中难度系数最高之一，异地恋失败了。第二一个，你比那方大3岁，姐弟恋，你看又是一个爱情当中的难题。第3，老少配。你瞧，你选这3个命题，难度系数极大，成功率极低。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你也说了，其实你的生长经历，你是缺少一种这样的男士来让你依靠。但是咱把时间轴再放远一点，这样的日子你能享受多久？他什么都给你做了，连内衣都帮你洗了。过几年，他不能做这些事儿了，该你反过来为他做了。那么你所追求这种幸福，它还存在吗？我觉得爱情就要尽自己最大努力付出，不能总是想着回报。你说的都是理儿，我就问你，我也是这么做的。那是现在。还是那句话，如果我找了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就真的就能确定过一辈子吗？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对不对？对。我们在做的什么事情呢？希望你们能够幸福，让你想想清楚而已。对。敲敲警钟，但是还是想祝福你们。对。小康和老顾的情感是很真实的啊，但是我想对这个情感画一个问号，是爱情还是亲情？我们刚刚有嘉宾老师说，那是一个恋父情节，对，我也认同。同时我也在想，就是老顾你有没有恋女情节？在你离婚了以后，在过去的10多年当中，你会把所有的情感给了自己的女儿。当女儿出国以后，你是不是就这份情感没有刹住，你还需要再去给予？因为我刚刚听到所有的那些情感现象，我觉得更像亲情。
一个需要父亲，一个需要女儿，可能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一下，它是不是爱情？它是一份情感，很真挚，但它是不是爱情？这是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的。这还真难，这个还真难，因为你看到在这个现象的背后，实际有太多的相似的地方，所以其实要提醒的是，他们要慎重，保持一个慎重的观望态度。对对对，没错。孙老师呢？我刚才帮那个小康做了一个特别简单的加法，28加20，也就是20年以后，你48岁，那个时候其实还蛮年轻的，你也应该是事业上小有成就的一个女性了。可是那时候，顾先生已经是81岁的耄耋老人了。这个现实的情况，你有没有真实的想过，而不是只是理想状态的想？我想，如果我不照顾他，还会有别人这样照顾他的。就年初的时候，他得了脊椎炎，就等于瘫在床上了，足足有2个月，天天照顾他，每天晚上带他就打点滴，陪着他晚上。谁做饭？而且做饭还买饭呀，还做。哦。要特别忙的时候就是买饭嘛。如果稍微有点时间的话，我就回家做，煲个汤，然后给他拿过来。而且白天我还有工作，就这样2个月。其实像孙老师这种顾虑都是可以理解的，包括我自己也是想到过的，因为这是有目共睹的一个问题，对吧？这并不是说可以逃避的一个小问题。既然呢我已经选择他，我肯定就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我刚刚跟你说的意思，并不是想悲观的拆散你们，而是说，能理解。对，我跟你交流一下。我们经常在戏里，比如像我会可能从16岁演到60岁，那这个60岁我怎么演呢？我就会真实的把一个60岁的阿姨的这种她的生活的点点滴滴的状态，我去体验一遍，我才真实能够知道哦，大概会是什么样子。那种东西绝对不是理想中的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怎样？它不是想法，不是一个简单的坐那儿就想的，是你要把它落到实处去想。其实给人感觉就是说出来非常轻松，但是做起来肯定会有很多人都怀疑未必做得到。但是我想做出这种尝试，我对老顾是真的。首先，我们很高兴看到老顾还算是一个慈爱的父亲。确实有很多老顾这个年纪的男人，再婚之后完全不顾子女感受，是吧？肆意而为，自私得很。还好他没有。确实那句话说得不错，血亲更让人难以割舍，而姻亲随时有可能因为时过境迁，或者是因为外界的诱惑，是吧？结了又离，离了又结，这就是您要想的事儿。我们把这些质疑和疑问提出来，其实就是希望你们能幸福。当然，你的幸福里面可能还打了一块包，这个打包就是你的女儿。你的幸福里面其实已经把你妈就扔到了九霄云外了，对不对？其实我心里边特别难受。那怎么办呢？我也是没有办法，我不像老郭那么潇洒，2选1的时候毫不犹豫的就抛弃我。啊，想跟妈妈通个电话吗？别让我听我妈声音。不听妈妈的声音啊？啊？我听到她的声音，我心里特别难受，我受伤害的。那我们就不电话连线了，给你听一段我们事先的采访好不好？因为一会儿要做决定，来我们听听。这叫什么事儿啊？我们一个28岁的黄花大闺女，凭什么就找这么一糟老头子就定终身了？是给他伺候老了，我闺女后半辈子谁管呀？奉献也没有这么奉献的，我一把屎一把尿给他拉扯这么大，合着他给人家奉献去。
那接下来的时间就留给你们自己吧，一起进入黄金60秒。小康，我是真心爱你的。我是真心爱你，我是真心爱你。但我刚才讲了，你先起来，真的，你先起来，你容我再考虑，真的，你容我再考虑一下，真的，别，哎呀，别磕破了头，来2个编导帮个忙，来。本来我的朋友都觉得，如果我们最后分开，都是我放弃他，可是最后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真心话就是他说出的。他没选的嘛。来，起来。行了，亮灯吧啊，亮灯吧。啊，收回自己的祝福了。对，我倒觉得你这有点不正常了。对，有点吓人了。我其实很难受，很激动。如果你是因为自己年轻，反而让一个老头甩了，顾及到面子接受不了，导致自己比较极端的话，那真的我们就不祝福了。该分析的我们都帮着分析了分析。其实最主要是您怎么想。一会儿进了转门的时候，稍微的考虑一下。第一，你们这种是爱情还是亲情？第二，你现在出现这个局面的这种失态，到底是因为什么？想清楚。第3点，其实特别重要的一点，女儿和你都需要断奶，总有一天她会出嫁。想明白了，你们可以做选择了。谢谢2位，来，请回，请回啊，请回。来，请关门。来，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你们是祝福他们呢，还是说不太看好？来，各位，请选择。现场有82.61%的观众朋友真的不太看好他们，但是爱情这样的事情嘛，是自己来选择的。他们自己的选择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来数5个数，5、4、3、2、1，请开门。哇！真的？想好了？你不跟女儿交代一句？小轩，你相信我跟了小康，不会不爱你的。我会好好的照顾你父亲，我不会自私的占有你的父亲，希望你放心。小轩在这儿，我还是要特别说明一下，这里的订婚仪式跟在家里订婚仪式有一个重大的区别。这里的订婚仪式是2个人克服了现实爱情当中的一些困难，他们准备一起奔着以结婚为目的的一个目标，要开始这段路程了。它并不是在现实生活那个传统意义上的订婚。我看女儿已经很失落的走了，那咱还求婚吗？还求啊？那来吧，请吧。来，别急，老先生啊，别急。这个给叔叔，给爷爷啊。
谢谢啊，感谢杰利亚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订婚的一个套装礼盒，同时也要感谢天津东尼佩吉钻石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订婚的一个钻戒。来，让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个神圣而浪漫的求婚仪式。来，请你下楼。谢谢。祝幸福啊，请回。我们祝这两个家庭能够和谐相处。接下来我们来看